斯梅利将奇怪的糖果吞掉之后，发出一声怒吼，身体发生巨大的变化，好像失去生命了一样，眼睛里的光慢慢熄灭，整个身体融化一般坍塌下来。更诡异的是，凯撒安排手下放在外面的苹果，其中有一颗突然发生异变，变成了紫色的恶魔果实。变身后的斯梅利应该叫它死亡国度了，变成像蜡液一样的东西向四周扩散开去，液体触摸到地面后腾起一阵阵紫色的烟雾，不管那种烟雾是什么，看起来都不太妙的样子。索隆等人转身继续逃命，但同样是逃命，那些小杂兵就没有索隆他们幸运，烟雾扩散奇快，很快就将没有主角光环的小杂兵们卷入其中，吸入了紫色气体，杂兵们的身体突然长出一个个白斑，最后石化成了一个石灰人。这是一种可以侵入人皮肤，让人全身麻痹的毒素。4年前的斯梅利被人吸入后还可以行动避难，凯撒为了让斯梅利更彻底的杀人，在此基础上修复了这些缺陷，让中毒者无法移动，乖乖等死。第3研究所外面，被关在外面的 J5 海军看了一天电话中播出的杀戮图像后，深感震惊。不过，这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影像呢？一个海军突然大叫一声：“别回头看！”越是这样说，别人越是好奇。大家向后面一看，都吓傻了。众人身后是升腾起来的紫色烟雾，看起来就像是爆炸后的火灾现场。有人说：“快逃命吧，不然我们也会像影像中的那些人一样。”其他人说：“逃？往哪里逃？整个小岛都是毒气！”众人抓住最后一棵救命稻草，拼命的砸门。虽然他们知道凯撒是不可能给他们开门的，但万一有什么奇迹发生，研究所的门开了呢？山着把娜美和乌索普从爆炸废墟中爬出来，除了一点擦伤，啥事没有。这也能理解，毕竟是主角，打不死并不奇怪。不过，就连路人甲茶胡子承受了凯撒的大爆炸之后，同样毛事没有。这凯撒的瓦斯大爆炸威力是有多弱呀？茶胡子推开压在身上的水管子，翻身起来，准备回去研究所救出自己的部下。正巧娜美和乌索普也要赶回去救孩子，3人达成协议，一同前行。突然，娜美听到一阵很刺耳的呼呼声，转身一看，惊呆了，就好像有什么妖怪向他们奔来一样。紫色的烟云铺天盖地，在这种岛上，只要有烟，就不可能是普通的烟，不用想，肯定有毒。茶胡子站起来，让2人爬到自己的背上，然后茶胡子载着2人狂奔起来。索隆4人这边同样在拼命的和毒气瓦斯赛跑，不过人的奔跑速度与风速还是比不了，就算有主角光环也不行。4个人跑的表情都扭曲了，这样跑下去，不被毒死也被累死了。濒临绝望之际，众人看到了前面一只逃跑的小龙。4人一商议，与其这样顶着被累死的风险逃命，不如乘坐交通工具方便。4人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向小龙飞扑过去。虽然抓住了小龙，但是这个家伙居然不会飞，而且由于体型太小，体力有限，载着几个强壮男子跑不了多长时间，就已经耗尽体力了。眼看着后面的毒气就要追了上来，关键时刻，茶胡子载着娜美和乌索普跳了出来，连带着索隆等人一起向研究所狂奔过去。凯撒看着外面那些一个个中毒变成石灰人的生命，爽的一批，发出暴虐的笑声，转身来到路飞等人的牢笼前。他用奇怪而且恶心的声音告诉路飞，现在的外面已经不可能有生命存活了，你们也是一样，都去死吧。凯撒拉动开关拉杆，研究所开启后门，关着路飞等人的笼子被推了出去。不论是4亿悬赏犯，还是王下七武海，还是海军中将，都将葬送在死亡国度里，难逃一死。干掉几个高手之后，死亡国度的效力会更有说服力，很快订单就会铺天盖地的传过来了。躲在暗处的乔巴眼看着路飞等人被推入研究所，置身于毒气之中，急得直打转。现在自己也是伤痕累累，面对凯撒和其他2个能力未知的人，贸然出手肯定会被抓起来，被抓到也算了，可是自己研究出来的解药就白费了，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突然，迎面飞过来一个纸团，正中乔巴脑袋，乔巴吓了一跳，赶快躲进角落里。好在没有被人发现。乔巴捡起纸团打开一看，愣了一下，上面写着什么也不要做。是谁在警告自己的？在新世界各地的地下世界中，各界黑暗世界中的大佬都在关注着凯撒实验的动向。当凯撒把路飞等人亮出来之后，大佬们都为之震惊。王下七武海螺，悬赏金4亿的海贼路飞，恶魔之子尼可罗宾，海军中将白猎人斯摩格，这几个可都是在世界上很出名的高手，居然会被凯撒抓住，真是让人惊叹。与路飞有瓜葛的大马海贼团战斗员贝克穆斯和戴安男爵也在持续关注凯撒直播间，看到路飞后愣了一下，这小子还真是个麻烦精，哪里有大事件哪里就有这小子。最关键的是，凯撒的实验和大妈也有关系，事关重大，看来又要让这小子给搅黄了。另一边，基德看了凯撒的直播后，默默退出直播间。路飞与罗德联手让他蠢蠢欲动。基德的老弟基拉早已安排好了，
他秘密联系了罪恶时代的巴兹尔、霍金斯、阿普聚在一起商量3个海贼团结盟的事情。在新世界，落单就等于死亡，这是人尽皆知的常识。路飞等人被困的牢笼有一个大型的塔吊挂在外面，下面就是这5的海军们，而远处就是汹涌而来的毒气瓦斯。面对如此惊险的境界，达斯奇慌得直抖，其他人对此危险境界满不在乎，甚至还有心情谈笑风生。沉默已久的罗突然发话：“我们可不能在这种地方栽跟头啊！作战计划照旧进行吧，这次可别搞砸了，开始反击吧！”路飞听完自信一笑，罗让弗兰奇将笼子下面的军舰点燃，大火之中升起了黑烟，将整个笼子遮挡住。罗利用黑烟做掩护，解开了自己的锁链，其他人都看傻了，这不是海楼石的锁链吗？为什么这么轻易就被打开了？罗微微一笑：“我早就给调包了，就只是普通的锁链而已。你以为我在研究所的这几个月白待的？为了以防出现意外导致自己被抓，早就把几条海楼石铁链换掉了。”罗有能力把自己的鬼库拿回来后，然后砍断了路飞等人的锁链，剩下达斯奇和烟南。罗冷漠地看着他们，将2人的灵魂调换回来。达斯奇看着自己大敞的胸怀，羞涩地尖叫一声，将身体团缩起来。斯摩格鄙视地看了他一眼：“你这小姑娘怎么叫的跟个娘们似的？”罗很纠结如何处理掉这2个海军，毕竟这2个人知道的事情有点多了，放出去是个麻烦。达斯奇终于做了一件成熟的事情，想也没想，跪求罗放了他们。毕竟现在大局为重，死在这里意味着一切都完蛋了。这5的那些海军部下，还有这里的孩子们，都要死在凯撒的手里。斯摩格咬咬牙，虽然他不想向海贼低头，但是目前也别无办法。罗看斯摩格挺为难的样子，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只要他们回去能让维尔哥下台，就可以救他们一命。不过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忘掉关于罗和多弗朗明哥的事情。斯摩格一闭眼，当作是默认了。罗手起刀落，斩断了斯摩格和达斯奇的锁链，双方算是达成协议，暂时形成合作关系。罗利用空间能力，带着路飞等人进入到研究所内，从内部打开闸门，把这5的海军士兵们放了进来。研究所内，凯撒手下的卫兵们听到闸门开启的声音，立刻跑过去查看，结果却撞见了罗、路飞、斯摩格3人，还有一大帮的这5海军。惊恐之余，颇为疑惑：这些人不是被抓起来了吗？怎么跑出来的？罗将所有的海兵放进研究所，然后启动电闸，将研究所的闸门关闭。外面怂了一些人，在最终时刻终于赶到了研究所，眼看就差那么几分钟，闸门就要关闭了。索隆和警卫们对着研究所的大门，一人一刀，将大门直接展开。茶壶子载着大家成功冲了进来，到达终点。他们是到达终点了，大家生命的终点也都快到了。研究所大门被砍坏，毒气随时会入侵进来，要死大家可以一起死。这5的这些平时好吃懒做的海军，在生死攸关面前反应迅速，利用几十秒的时间就将砍坏的闸门重新钉了回去，硬生生把毒气挡在了外面。毒气如行龙大军一样横扫而来，岛上的一切变成一片石灰白，死气沉沉。凯撒通过影像电话中的直播看到外面一片死寂，高兴的合不拢嘴，丝毫没注意到研究所入侵的一伙人。研究所大门这边，这5海军看清楚闯进来的是草帽一伙人，全部举起来福枪与索隆等人对峙。那边瞥见了站在高处的罗，一把扯过山治，让罗把2人的灵魂互换过来。回到自己身体内的娜美看着自己的大衣，沉思一番，然后一拳将山治揍翻了。自己的大衣被换了，明显是山治把衣服给脱了。罗大吼一声，制住了嘈杂的众人。他告诉大家，想要从这个岛上逃出去，需要通过一个直通大海的密道。研究所是由几个建筑连接而成。目前众人所处的位置是 A 栋，从 A 栋一直向前，穿过 B 栋就可以来到 R 栋。在那个写着266的后面，就是通向大海的入口。时间只有2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众人的生命就得不到保证了。海军们一脸懵逼。斯摩格站出来发布最后的命令，找到2年前被拐骗到这里的孩子，然后一起前往266逃出小岛。斯摩格这样说，海军们立刻士气激增。既然有机会能逃出这个死亡地带，大家都很兴奋，一边欢呼一边各自散去。提到孩子们，娜美心里也很担忧，安排山治等人各自散开，帮忙找到孩子们。路飞神神秘秘地交代罗宾一些事情，然后扭了扭关节，简单热身一下，向走廊尽头狂奔而去，准备找凯撒狠狠打一架。索隆从乌索普那里听说路飞刚刚被凯撒打败了，发出不可思议的声音。乌索普解释道，凯撒的控制气体让人窒息，能力十分棘手。索隆咬了咬牙，就在不久之前，他和山治布鲁克也遭到了雪人兄弟的伏击，晕倒在了雪地里，差点被干掉。这样下去可不行。2年前在香木地群岛的一幕幕在索隆脑海里不断回放。休息了2年，为了什么？为的就是绝对不会再输。索隆看着路飞欢快的背景，大吼一声：“你小子给我振作起来！新世界才刚刚开始！”路飞回过头，哈哈一笑：“抱歉了，从现在开始要认真起来。”斯摩格就在达斯奇带着海军们先去救孩子，然后离开小岛。
自己则要孤身一人去找威尔哥算账。这个海军的渣仔居然敢践踏海军的尊严，绝对不可饶恕。研究所深处，凯撒目不转睛地盯着直播大屏幕，希望能看到外面成排的石灰色僵硬的尸体，结果却什么都没看到。研究所门口的那些这伙海军们好像突然蒸发了，吊起来的笼子中也不见路飞等人的尸体。威尔哥盯着显示屏想了想，沉声说道：“恐怕那些人已经不在笼子里了。这伙那些海军是一群笨蛋加暴力分子，凭他们的能力是不可能逃过毒气的。所以结果只有一个，罗和路飞那些人从笼子里逃了出来，帮助这伙的海兵摆脱了毒气瓦斯。”凯撒虽然很震惊，但是无法相信这个事情。这时手下来报，验证了维尔哥的推测，路飞竟然带着所有的敌人侵入到了研究所的 A 栋大厅，现在正向内部挺进。凯撒一听立刻慌了，这帮人难道开挂了？怎么可能从笼子里逃脱？又怎么可能侵入到研究所呢？凯撒慌了一会儿，立刻冷静下来，将手下布置出去迎战草帽团。仔细分析了一下，如果路飞等人的目标是离开小岛，那么他们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266的那扇大门。何不在通往266的通道上做一些手脚，干掉路飞等人呢？凯撒当即下令关闭 A 栋通往 B 栋的通道，将 A 栋隔离起来，然后向 A 栋注入死亡国度，毁掉 A 栋。卫兵们很懵，这样做的话，自己一会儿安置在 A 栋的士兵们也就挂了。凯撒根本不管那些人的死活，死就死了，最重要的是干掉草帽团一伙人，还要安置好影像电话虫，做好直播工作，继续向地下黑社那些大佬们展示死亡国度的威力。威尔哥在心里骂了一句：“2P。”中这些陷阱的人只有小杂兵而已，罗和斯莫格都有无风不钻的能力，把 A 栋封锁这种伎俩根本难不住他们。凯撒大骂：“你行你上啊！”威尔哥决定亲自出战，将罗干掉。A 栋的大门关闭的警报响起，路飞行动迅速，在警报刚响起的时候就已经跑到了 B 栋。罗警告斯莫格，凯撒要把大家困死在这里，还是赶紧让手下们迅速赶去 B 栋吧。斯莫格听完化成一缕烟，跑去通知手下。这伙海军的那群呆逼还得和山治等人纠缠，抓凯撒没有本事，捣乱可有一套了。索隆一看这群呆逼就不爽，和警卫们布鲁克一起拔刀冲垮了海军的防线。达斯奇突然变得会顾全大局了，拦下了索隆砍下手下的一刀，然后让索隆等人先行离开，并命令手下立刻停止追击。现在可不是战斗的时候。在听到警报声后，达斯奇就推测有可能是入口关闭的声音，现在如果不赶紧逃命，恐怕过一会儿就再也逃不出去了。凯撒手下的卫兵们启动了研究所外面的加农炮，对着 A 栋的外墙猛烈轰炸，意图破坏 A 栋的外墙，让毒气渗透进去。加农炮破坏力惊人，一炮就在 A 栋的墙上轰出一个大洞，毒气很快灌进了研究所内。达斯奇想到斯莫格交代自己的话，让手下和孩子们一起离开小岛，于是达斯奇准备料后掩护手下撤退。茶胡子很是争气，在闸门即将关闭的时候侧身跳了过去，而达斯奇的手下们将达斯奇举了起来，把达斯奇顺着门缝抛到了 B 栋，而他们自己已经没有时间逃命，留在原地被卷入毒气之中。我是谢幕君，咱们下期见。